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夜。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发生在北部某个科学园区的真实都市怪谈。公司中原普渡最毛禁忌，千万别去数多出来的那张椅子。又到了农历7月，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鬼门开。在这个充满神秘民俗禁忌的月份里，不知道你们公司是不是也开始准备1年1度的中原普渡了呢？或许你听完今天的故事之后，在你们公司今年普渡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忍不住偷偷去注意一下供桌后方的红色椅子到底有几张。在科学园区或是大型商办大楼里，中原普渡绝对是1年当中的头等大事，尤其是那些每天面对资料分析和运算逻辑的科技公司，平时工程师满口程式演算法，但到了这一天，老板带头率领全体员工点香拜拜，比谁都还要虔诚。绿色乖乖那是基本配备，连摆放的位置和面向都有严格讲究。不过在北部某栋专门进驻新创软体和跨境电商公司的科技大楼里，有一个私底下流传很久，只有各家公司高阶主管和大楼管理部才知道的点名潜规则。每到中原普渡那天，大楼管理部会在大门口一字排开长长的供桌，各家公司会以公司为单位认领属于自己的供桌区块。通常我们拜拜就是把饼干、饮料、水果堆得满满的，对吧？但这栋大楼的传统很不一样，管理部在准备公共供桌时，除了桌上的祭品，他们一定会在供桌的后方并排摆放10张塑胶红色圆凳。这10张椅子不是给员工坐的，而是民俗上准备给无主的好兄弟们，让他们来到阳间时可以坐下来好好享用贡品。最重要的是，管理部经理每年都会严厉警告当天负责协助的年轻员工。不管等一下现场多忙，你们在清点物资的时候，手指绝对不要去指那些椅子，更要记住，千万不要在心里去数桌上的贡品和椅子的数量。听懂了就点头，绝对不要多问为什么。对于刚出社会的年轻工程师或是新进助理来说，这种一听就是迷信的说法，大家通常听听就过去了，谁也不会真的放在心上。直到前几年，大楼来了一位自视甚高、做事极度追求精准与资料分析的专案女主管佩君，这个维持了10几年的平静，就这样被彻彻底底地打破了。那一年，大楼的联合普渡正好轮到佩君他们公司主办。佩君是那种极度追求 KPI， 万事都要有 Excel 表格的职场女强人。下午2点，他看着现场摆得琳琅满目的澎湃贡品，眉头就皱了起来。他觉得现场没有分类，点收毫无效率。他拿着平板电脑开始在供桌前走来走去，嘴里一边碎碎念，一边用手指着桌上的东西当场清点。泡面12箱，椰子乖乖5箱，黑松沙士4箱。这时候，旁边年资很深的保全老张看到了，吓得脸色发白，赶快过去小声制止他。佩君主管，拜托一下，管理部有交代，公司普渡的时候不能当场清点数量，更不能用手指去指，这样对好兄弟很不礼貌，他们会觉得你在打发他们，或者是在防着他们啊。佩君冷笑了一声，觉得这根本是无稽之谈，挥挥手把老张赶走。接着他转过身，看到供桌后方那一排红色的塑胶椅子，他揉了揉眼睛，突然觉得那排椅子的间距有点挤。在他的清单上，大楼管理部明明登记申请借用10张椅子，但他怎么看都觉得数量不对。不信邪的他，一只手指就这么伸了出来，指着椅子，在心里默默地数着1、2、3、4、5、6、7、8、9、10、11。佩君愣了一下，揉了揉眼睛，再数一次，没错，真的是11张。他当时心里还想，肯定是管理部大叔老糊涂了，多搬了1张出来。他甚至还走上前去，拍了拍那张多出来的第11张红色椅子的椅面，自言自语地说：
做事情这么不精准，这椅子多出来，放着也是占空间。那时候的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当他的手碰到椅面的那一瞬间，周围盛夏下午3点的空气突然毫无预警地降了好几度。普渡仪式在傍晚顺利结束了，大家烧完纸钱之后，各自把贡品搬回了办公室。佩君也因为忙着晚上的跨国视讯会议，早就把下午数椅子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到了半夜2点多，整栋科技大楼只剩下他们公司还有一小批工程师在加班，而佩君也还在主管办公室里修改报告。就在他准备去茶水间倒杯咖啡的时候，突然听到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传来一阵很奇怪的声音，那是很沉闷、很缓慢的咚咚咚的声音。那个声音非常有规律，听起来就像是有人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一下一下地搬动着沉重的塑胶椅子，然后重重地放在地砖上。佩君皱起眉头，心想这都几点了，大楼清洁员还在搬东西吗？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往外看，走廊的感应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但走廊上根本空无一人。然而那个咚咚的声音却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清晰，而且竟然是朝着他们公司的门口慢慢地移动过来。然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办公室外面的2部景观电梯，平时半夜没人使用时都会停在1楼待命，但就在此时，电梯面板上的数字突然开始跳动，从1楼、2楼、3楼，每一层楼都停，每一层电梯门打开，维持5秒，再关上，然后继续往上1层楼，就好像有个人正在每一层楼点名巡视。全公司加班的工程师这时候都放下了手边的滑鼠，大家面面相觑，整个办公室安静到只剩下电脑主机运转的嗡嗡声。大家心里都在想，电梯里到底上来了什么东西？就在大家被电梯的异状吓到不敢出声时，办公室角落那台大型的复合式印表机突然发出了“哔”的一声。在完全没有人发送列印指令的情况下，印表机的荧幕亮了起来，开始疯狂的运作，刷刷刷，一张接一张的 A4 纸张被吐了出来。一位胆子比较大的男工程师硬着头皮走过去，把列印出来的纸张拿起来一看，整个人当场愣住，手指不可抑制地开始发抖。佩君走过去抢过纸张，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开会资料，那是一张办公室的座位平面图，精准度高达100%，连每个人的座位格子、电脑位置都画得一模一样。但最恐怖的是，在那个平面图上，除了他们现有的员工座位外，在走廊、在茶水间，甚至在佩君的主管办公室正中央，都被画上了一个又一个红色的小圆圈。在那些圆圈旁边，用新细明体密密麻麻地打上了3个字：第11、第11、第11、第11。整整印了几十张，全部都是这3个字。紧接着，印表机吐出了最后一张纸，那张纸上什么字都没有，只有一个巨大的、淡淡的灰色手印。那个手印的位置，正正好好就盖在佩君办公室的那个红色圆圈上。就在这一刻，办公室所有的电脑荧幕开始同时闪烁，原本写满程式码的荧幕，一瞬间全部变成了杂讯画面。佩君看着手里的纸，再转头看向自己的办公室，透过透明的玻璃隔间，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办公桌对面原本给访客做的黑色皮椅，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被换成了一张红色的塑胶圆凳，那张椅子正静静地对准着他的办公座位。那一晚，所有人连包包都顾不得拿，集体冲出办公室，在大楼门口等到天亮。隔天一早，管理部经理和保全老张得知消息后，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经理叹了一口气，带着佩君进到了大楼的中央监控室，调出了昨晚半夜2点的监视器画面。画面中，办公室外面的走廊空空如也，感应灯确实一盏一盏亮起。但是当管理部经理把画面放大、调暗，
并按下慢速播放时，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画面的角落确实有一张红色塑胶椅子在移动，不，更精准地说，是有一个半透明的、轮廓非常模糊的重叠人影。郑伟伟弯着腰，双手托着那张椅子，一步一步地在走廊上走着。每走几步，他就会停下来，转过头，对着办公室的玻璃窗内张望，似乎是在清点里面的人数。老张在一旁小声地说：“佩君主管，你昨天下午是不是去数了椅子，还动了其中一张？”佩君此时脸色惨白，再也没有了平时的气势，只能疯狂地点头。老张无奈地摇头说：“公司普渡的贡品和椅子是请他们各取所需，论功行赏的。你在现场一数，点了名，对了账，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主事者。他们多来了一个，发现没有他的位置和贡品，他当然只能跟着你进办公室，叫你单独补给他啊。”后来听说公司老板亲自出面，请来了南部非常灵验的师傅，在大楼的顶楼单独办了一场极其隆重的补偿法会，准备了满满的特定贡品，诚心诚意地向老大公赔罪。佩君经历了这次事件后，整整大病了一场，请了2个礼拜的假。从那之后，他做事虽然还是讲求精准，但每逢农历7月中元普渡，他绝对是第一个双手合十，眼睛闭得紧紧的，再也不敢在现场多看一眼，更不敢伸手去数任何一样东西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也对传统民俗中元普渡的各种禁忌与都市传说有自己的观察及想法，又或者你认为在我们看不见的维度里，真的有默默遵守着数量的神秘规则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与亲身经历，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都市传说与民间怪谈。我是星夜，我们下期再见。